在河北太行山深處的山巔之上，藏着一個神秘石頭古村，全村房屋皆由天然石塊壘砌而成，就連屋頂也鋪滿層層石板，宛如一座被塵世遺忘的石頭城堡。當我登頂走進村子，竟發現還有一人獨居在此。他衣衫襤褸，無法與人交流。這山上沒水也沒食物，他究竟是靠什麼在此孤獨求生？今天就跟着鏡頭，我們前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們，大家好啊！我是阿樂。今天我們來到河北邯郸磁性的大山裡面。今天我要去探索一個非常特別的村子，它的房屋呢全是靠石頭壘砌而成。上面呢在前面幾年它還是有人居住的，不知道現在上面還有沒有人了。我們走上去了，大約走2個小時左右。好，現在我們就開始上山。現在我走的這條路呢，它是一條乾枯的河道，而且這裡面呢還有很多這種樹。它這個應該是自然生長的吧，不可能有人在這個石頭裡面、河道裡面種植這種樹啊，很奇特啊。在這種乾枯的河床裡面，它居然會長這種樹。這個樹看起來像核桃樹，但應該不是啊，這應該是野生的。今天我們要去的地方呢，應該是在這邊的山頭上，但是我們要沿着這條河道一直向前走。然後上到山頂，然後再左轉過來，就能到那個石頭村莊了。不知道現在上面還有沒有人居住？不管它了，就算沒有人居住，我們也要上去看一看啊。這個地方有一堆亂石，很小的石塊。哎呦，這誰的帽子還掛在這裡了？我們一路走上來啊，看到這些全是石塊壘起來的。這個地方應該也是當地村民的耕地啊，但是現在呢荒廢了。你們看這個樹已經長這麼大了。以前住在這種大山裡面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啊！想要一塊像樣的耕地，然後還要壘很高的石牆，而且上面呢就這麼小的一塊土地。哎呀，朋友們，終於到頂了。我看看走了多少時間了，現在是1點23，我12點0幾分走的，走了1個多小時啊！哎呦，我們從這邊走，就在前方，這裡走過去應該沒有多遠了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四周的風景啊，這裡就是太行山山脈，非常的壯觀漂亮啊，800里太行。真的是名不虛傳呀！哎呦，你們看，這山頂上還有建築，這可能是寺廟。一會兒我會無人機看一下，如果有意思的話，一會兒我們再上去看看。現在我們先去尋找石頭村，應該從這裡走過去沒有多遠了。坐在這個大山上面呢，我最好奇的一個問題就是，他們的水源到底是怎麼來的？因為這個地方跟我們南方的地貌不一樣，我們南方呢山頂上有水那是很正常的，但是這個地方呢基本上都是光禿禿的，在山頂上應該是沒有水源的。然後到了，你們看，就在前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終於到了！哎，我們看一下這邊。這裡有2間房子，你們看它的屋頂，堆了很厚的石頭，这真的很特別啊。這邊呢不是住人的，放了一些稻草，這應該是養牲畜的。然後這邊也是，哎，這邊看起來像是住人的呀。你們看還有炕，下面可以燒柴火。這個地方還真是住人的了，上面被熏得很黑了，但是這個空間也太小了吧！它那個邊上啊，有那些凹槽，可能是用來放東西的那些。我們到前面去，這上面這些土地還有人耕種呢。這頂上也是有一些果樹啊，现在也是開花了，
有李子、桃樹，还有梨树。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哪里说话呀？那边有人。啊！我过来玩的。他坐在那个位置了，不知道在幹嘛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啊？听他的语气的话，应该是在凶我吧，但是我也听不懂啊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无人村了，是没有人居住的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有一个人。看这些房子全部是废弃的。这里只搭了一间小房子，这应该是关牲畜的。然后对面那个人呢還在說話，我也聽不懂他在說啥。這個地方圍起來的，這裡面放了很多柴火，然後這裡還堆了這個柱子，不知道是幹嘛用的。這上面好像真的有人居住哎，這邊上堆放了很多的柴火。這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留下來的啊？哎呦，還真的很多柴火。不會對面那個人真是住在這上面了吧？一會兒我們過去看看。我們先到這個村子裡面去看一下，看看還有沒有人。你們看這裡，到處都是石頭，像迷宮一樣的。這個地方有兩塊柴火燃起來的，這個地方可能是有人住的啊。剛才那個人應該是住在這裡面的，他不在家，我們就不進去了。這個是啥呀？這個地方應該是土地廟或者山神廟吧？哎，他好像過來了，背着柴火。應該是啊，這上面還真的有人住哎！一會兒過來我們問一下，他是不是怕我過來偷他的東西啊？哎呦，這上面有一棵很大的樹，這個地方堆放了很多的木材啊。然後這一間石屋呢是上鎖的。這個地方壘起來是幹嘛的呢？難道以前這個地方也是房子嗎？但是好像塌掉了。你們看，全是這種不規則的石頭壘起來的，上面的屋頂呢，它也是這種石塊，成一個三角形。我們看看這裡啊。哎呦，這裡面也是人居住的，這裡就是床，他們北方就稱為炕，上面還有屋頂呢。這裡還有一個工具，這個是幹嘛用的呢？還有一個籃子。哎呦，這個地方有一個超級大的石磨，這個鏈子，這好像是好的耶，還可以用的。這上面還放了一些衣服。這邊這些屋子呢，也是上鎖的，還真的有人居住，好像。這邊上有一些水缸，破損了都。這裡還種植了有一些蔥啊。
你好，有人在家嗎？你好，都沒人了。這間屋裡面也是上鎖的。這裡也是有一棵樹啊，就長在這個石頭上面的。哎呦，這邊這個壘得挺高的了，這個房子。我們繼續往這邊走吧。這裡也是有一個木盤啊，但是已經開裂了，這個材質看起來就不是很堅硬。這邊呢也是房子，他們的屋頂為什麼要堆這麼厚呢？很奇怪啊。空的，啥都沒有。這個院子裡面也是有一棵桃樹，老桃樹了。這邊以前都是人居住的地方，只要是有炕的，肯定就是有人居住的。這裡面現在還放了很多這種稻草，上面還掛了這個東西，他們可以在這裡燻臘肉啊，掛一些東西在這裡。你們看這個上面被燻得特別黑了。這個地上還有很多這種陶瓷的盒。這邊以前也是人居住的，這個應該就是養牲畜的啊，比較小。這邊這個好大呀，還有一個桌子在這裡，這裡還有第二層呢。這上面一層他們可以放東西啊。這裡也是炕，還有一件衣服。這個石頭房看起來挺堅硬的。這個地方還留了一個窗戶吧，應該是。這邊是啥？這是一個食槽。這個地方應該是養豬的啊，但是我都沒有看到有水井呢。他們的水源在哪裡呀？不可能住在山頂上，他不喝水呀，也是要喝水的呀。這裡也是有一個食槽，好多食槽呀。然後对面還有房子，我們過去看一看。當時他們就地取材，靠這些石頭然後搭建起來的。我們繼續看看這裡面。哎呦，哇，嚇我一跳！這裡有一口很大的缸，而且它是倒立的。這裡面不會有什麼東西吧？不要嚇我呀！這個地方也是有一個很大的磨盤。哎呦，這些樹啊，它都長得有倒刺兒。哎呦，我又被刮了一下。這裡面也是有炕，我們看一下。這也是人睡覺的地方。哎呦，你們看，還有鏡子了。很多以前的桌子，還有抽屉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这個刺，我的天吶，我又被扎了。這個刺真老煩了，這個酸棗樹，還有人喝啤酒啊。這口剛剛的把我嚇一跳，但是這裡面應該是空的哦。我真的很害怕，裡面坐了有一個人。哎呦，這邊也是有一間屋子，有小木盤，這下面也是絕壁啊。這邊上它是有圍牆圍起來的。這邊也是有一間屋子啊，這些都是上鎖的。看這個樣子，很久沒打開了。這裡面有啥呀？有罐子，有一些雜物。
哎呦，这座房子这个门也是锁起来的，也是很久没有打开了。这里还有人绘的画，你们看，这邊也是，這個是《西遊記》，唐僧四師徒，輕鬆不老，還寫的有字了。這邊這一間也是鎖起來的，用這個木棍鎖起來的。我們看一下這裡面，這是一些雜物啊。這麼厚的屋頂，我的天吶，全是靠這種石板然後搭起來的。這邊全是啊，真的太奇特了。這我真的還是第一次見，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房子。哎，這邊還出不去了，我們只能從剛才那個位置出去。這些都已經廢棄了。這邊也是繪的有畫啊，不知道畫的是啥。孫悟空，這個窗戶還挺有意思的。這裡面是啥呢？也是一些廢棄的雜物。我們出去吧。你們看這個地方，全是這個刺兒，這個鞋子都能扎穿的，我們還是小心一點啊！哎呀，這個地方我終於看到一個小水塘了。來到這個山頂上，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一個水源。哎呦，你們看這個屋頂，好厚啊！它的厚度估計都有30米，太有意思了。這裡也是有一個領子，這還能推動了，特別的圓。然後這邊就沒了，這底下有一些石槽，還有一些破損的這種土缸。我就是從這個地方走上來了。剛才我在這裡不是飛無人機嗎？我看到真的有人呢，有一個人坐在這個位置，這上面真的好像有人坐。哎呦，說實話，現在我走過去，我還有點害怕了。我們過去看一下，感覺情況不對，我就跑吧。如果他要是能溝通的話，我們就跟他聊天。大叔，大叔你好啊！大叔，你能聽到我說話嗎？人啊，你們這個都出來了，我出來了啊？我出來了。我是從貴州來的，貴州你知道嗎？別人，有沒有去過貴州？別人啊？別人，我聽不懂你說的什麼意思。別人，這上面住了多少人呀？別人啊，別人。什麼意思啊？你吃飯了嗎？你吃飯了沒有？我也聽不懂他說啥呀，我也不敢靠近，我怕他扔石頭打我。看着真的好心酸呀，說實話，我身上也沒現金，就算有現金的話，估計看他這個樣子，應該也是不會花的呀。看看他能不能溝通，去山下給他買點米啊、油啊，然後他自己帶上來。哎呦，真的沒法溝通啊！算了吧，我們走吧。朋友們，這個地方呢，的確有一個人了，但是我不確定他是不是住在這裡的。但是看邊上這麼多柴火呢，應該是他撿回來的，應該是住在這裡的。但是這個人呢，精神有點問題啊，他沒法溝通。我說什麼他也聽不懂，然後他說的什麼呢，我也聽不懂，他就只會重複的說了2句話。然後我走了之後，走到邊上來，他一個人也是在那裡自言自語的說了2句話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我們下山吧。
真的沒辦法了。這個地方呢，這些石頭房子都已經廢棄了。剛才我們看到這位大叔呢，應該是住在上面的，他的年紀不是特別大，應該60多歲了吧，頭髮都已經白了，看他手啊都很黑，應該是很久沒有洗澡了。哎，不知道他經歷了什麼。算了，我們不打擾他吧。他選擇在這種地方，可能也是他有自己的選擇吧，有自己的原因。我們就走吧。我只是想上來看一下這個石頭房子。這個地方呢，我在230年的時候航拍一次，那個時候我就沒有上來。然後現在剛好今年路過嘛，我就很好奇這個地方，然後就上來看一下。沒想到這上面還真的有一個人呢。今天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